嗨，大家好，我是波叔，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我们德国华人圈做买房视频的不少，但是从来没见过做卖房视频的。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波叔准备出售的一个小公寓。看完之后，希望观众大大们可以给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希望想要买房的朋友通过本次视频能多多少少揣测一下卖房房主的心理，以及今后应该如何去进行看房。本期的视频呢会比较长，波叔光做文案就大概做了5000多个字，近5页的 Word 文档，所以请大家帮忙给波叔一个免费的赞。另外，视频的最后会有几个下期影片的备选内容，波叔下期要做什么由你来决定，请大家踊跃发言。为了能及时收到更新的提醒，请随手订阅一下，打开通知提醒，并且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波叔每一次抛影片都会公众号推送提醒的。视频的下方按照惯例也会有进度条，请观众大大们按需跳转。本次视频分为4个部分：第一，卖房的心路历程，也就是为什么波叔想要卖房；第二，介绍一下这个公寓的户型及其配置；第三，公寓的周边环境、生活机能；第四，周边公寓价格以及我的卖价。波叔这个公寓差不多有60平米，一室一厅，位于Frankfurt an der Oder， 这个城市是勃兰登堡州的第4大城市，有一所大学。在民主德国时期，这个城市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很多商人从东欧过奥德河来民主德国都会在此下榻。工作机会当时很多，人口最多的时候近9万人，但是在苏联解体的30年内，人口减少了35%，从9万慢慢减少到现在不足6万人。这座城市是一座生活成本极低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波兰就是这个城市的菜市场。波兰和德国2战之后以奥德河为界，曾经属于奥德法兰克福的 Dampfstadt 直译过来叫做水坝郊区，由于在奥德河的对面，所以就脱离了法兰克福的行政范围，改名为 Subice。 不过这2座城市依旧是姐妹城市，甚至于法兰的大学在 Subice 也会有校区。2座城市以一座桥相连，对面的物价低到令人发指。比如说德国一般汽油要比柴油要贵，波兰的柴油比德国的柴油要便宜，波兰的95汽油居然比波兰的柴油还更便宜。疫情关闭边境之前呢，波叔都到对面去加油，还有理发6欧，烟还有超市购物都是德国的6到8折。餐厅呢便宜又好吃，分量又大，一般是德国的半价。周末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柏林的车来吃饭、加油、购物、买烟，好不热闹。而且每年的11月份到4月份，波兰的活鱼市场会开放，比如说鲤鱼现杀是4.5欧1公斤，鳗鱼11欧1公斤。而且像最近樱桃、草莓自由的季节，波兰市场才卖1欧2欧1公斤。不过好像有点跑题了。Anyway， 欢迎大家有空来玩。我呢是这个小公寓的第2任房主，在房本里这个公寓1996年的 Grundstück 着实惊到了我，当时还是德国马克，换算到现在的欧元差不多是7万欧，这就说明原房主买这个房子贷款了7万欧，当时可能还不能零首付贷款，所以目测前房主花了10万欧买了这个小公寓，每平米呢高达1600欧。你猜一下10万欧在25年前相当于多少人民币？1990年的时候呢，1美元可以换约1.43德国马克，同时呢可以换约8.33的人民币，相当于1马克等于5.8人民币。所以这个不到60平米的公寓花了前房主1996年的58万人民币，平均每平米1万块。我猜测这个价格放在25年前，在慕尼黑、斯图、汉堡、科隆、柏林等大城市应该都可以买到市中心了吧。波叔在2018年6月份接手这个公寓，当时的市场价平均差不多每平1300欧。公寓的对门就是一个商铺，也是属于前房主，上下2层，总共171平。当时波叔在网上见过这个广告，9万多，快10万，就随口问了一句，谁知道让房主知道了，想捆绑给波叔一起卖掉。实际算下来呢，还不到3万6，每平米200欧，真的是白菜价。不过波叔没有打算开店，也不知道买商铺会有什么坑，所以就没有买。后来和前房主签买房合同，才注意到这老太太都奔90了。后来和中介的老板聊天，得知老太太的职业是 Notar， 整条街的 Teilungserklärung 都是她20年前做的。在柏林、在汉堡、慕尼黑都有很多房产，不在乎这几万块钱，问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后来呢，和邻居聊天，发现这个商铺差不多快10年，甚至更久无人问津了。
我看原来的招牌还在，是影碟出租店，好像是只有在电影、电视剧里才见过，怪不得卖的这么便宜。不过最近呢，终于有家税务公司入驻，不知道是被他们买下了，还是前房主出租了。当时波叔买下这个公寓，本来没打算常住，就想买下来省一笔房租，几年后转手一卖，应该也可以小赚。我在别的视频里有提到，2021年4月份，波叔在柏林机场北边的期房会建好。不过要是等到今年的12月份或者明年1月份开始卖房的话，感觉假期外加冬天来看房的人可能会比较少，而且房间可能不够明亮，花园呢也死气沉沉的，所以就想今年夏天搞定。再有一点就是关于投机税，如果自住满2个自然年的话，就可以不用交。我是在2018年6月份签的合同，所以满2个自然年的话，就是2019年跟2020年这2年。理论上我2021年1月1号之后出手就可以了，所以就想说在今年的8月份找人来看房，并且说明要在2021年的1月份才可以入住。还有一点就是波叔不是很确定这个判定投机税的日期，我不知道是签合同的日期还是说买家付款交房的日期。如果是前者，那就只能2021年1月份才可以签合同，这一点还需要跟税务局确认一下。如果有知道的同学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波叔。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城市有大学的话出租也挺容易的吧？这个问题波叔也想过，假如租客1年2年就走了，波叔还要再找下一个租客，如果到时候改变主意想要卖房，就需要交投机税了。因为一旦出租，自住的2年要重新开始计算，或者要等到买房满10年才可以卖。权衡利弊之下呢，决定这2个月先把房子放在网上看看情况如何，争取8月份安排人来看房。刚才已经提到了，波叔的公寓呢是1996年建成，一室一厅，58.7平米。在国内呢，公寓和住宅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德国是一样的，并且58.7平就是实际使用面积或者说套内面积，不包含公设。德国的0楼相当于国内的1楼，不过下边还有一户人家，所以不会存在因为地下室保暖层做得不好造成暖气费偏高的弊端。一入户会有一个玄关走廊，6.6平，卧室的面积是14.92平，有一个凹槽还挺深的，放衣柜特别舒服。如果想要做一个简帽的衣帽间也是可以实现的。房间的长度、宽度都很合适，放完床之后放书桌，动线也不会挡住，所以虽然只有15平，但是实际住起来感觉蛮宽敞的。窗户朝南，这是从窗户看出去的景象。早上起来呢，就可以听到鸟叫声，心情特别好。客餐厅的面积有22.04平，承包了娱乐以及餐厅的功能。朝南有一个落地窗，通往阳台，阳台是围绕房子一周，总面积呢有14.5平米，不过只算1/4的面积，也就是3.62平。客厅朝西，也有2扇窗户，厨房跟客餐厅是相连的，6平。窗户也是朝西的，有整体厨房，没有洗碗机，厨房是自己装的。卫生间比较大，5.5平，有浴缸，没有窗户，但是有通风系统。当时接手房子的时候，整个公寓还重新粉刷一新。不过第一次弄这些东西，以为55欧一桶的油漆是正常价格，后来去了别的建材市场才发现，有普通的油漆才10几块钱，感觉损失了1个亿。整个公寓是带电梯的，地下室7、8平，还带窗户，也有露天车位，想停几辆车都可以，带一个公共的花园，可以烧烤。这个公寓的能源消耗呢是93千瓦时每平每年，每个月交的杂费呢，也就是 Hausgeld 是300欧左右，其中修缮基金是120欧左右。修缮基金库里基本没存什么钱。科普一下这个修缮基金库啊，在德国一个公寓楼会有一个基金库，大家每个月往里存钱，如果公寓楼需要修理呢，就拿里面的钱，每个月存多少钱是物业来计算的。基本的原则呢，就是如果库里的钱很少，又要计划要修理的话，那么多存一些，比如说现在每个月的120欧，如果钱还挺多，那就少存一些，比如30欧每个月。然后波叔这个大楼在整修每家每户的窗户，把1996年的木质双层窗户换成3层保温隔音的窗户，每年换2层，别的楼层都已经换完了，估计今年年底之前波叔的公寓的窗户也会换掉。以上呢就是公寓内部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寓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首先呢，波叔的公寓距离火车站2公里，出门不到50米呢就是一个公交站，每10分钟一班车，10分钟可以到达火车站，6分钟可以到达市中心以及大学附近。公交站后面呢就是一个操场，可以跑步、踢球。
打排球、打乒乓球。在2公里生活圈内呢，有轻轨、Aldi、Riva、Kaufland 等超市、土耳其烤肉、一家养老院、一家幼儿园、一家小学、2家中学、牙医、药店。去波兰购物、聚餐、加油也只需要5分钟。去柏林华沙的高速入口开车不到10分钟。去柏林新机场开车不到1个小时。坐火车 RE1 去柏林主火车站1个小时左右，每小时2班车。周边的环境呢也是挺不错的，正好夹在2个公园之间，算是人道中取静吧。饭后散步挺舒服的，给大家看一下在1公里内随手拍的照片吧。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城市的房源信息。首先输入一下 Frankfurt Oder， 看一下第一个房源，96平22万，1870年需要整修，平均每平2300欧。这一个20万75平，感觉是轻房，平均每平是2700欧。下一个是14.5万92平，像是一个别墅的1楼，1933年，平均每平160欧。再就是这个地点比较偏啊，6万5 57平3房，每个房间应该都蛮小的。1963年，每平1130左右。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8万9 66平，跟波叔一样也是0楼。这个房子挺久了，我在2018年买房那会儿应该还看过这个房子，当时还在出租，现在也在出租。1900年的老房子，房型也不太好，1350欧每平。那我们就用 Excel 表格来做一下总结吧。那还是比较难决定到底要卖多少钱。那我们再借助另一个网站叫 Baufit24， 选择一下房屋类型，输入地址、面积、房龄、上次整修的时间、楼层、有无电梯、有无停车位等基本信息，就可以知道估价是多少了。哇，居然有这么多，超过了10万欧，80万人民币的样子。算起来每平米是1700多欧，那不然我打个折，每平米1600好了，那就是93500欧。记得那个1900年的公寓呢是8万9，那但是它还要中介费7.14%，那算下来也是超过9万5了吧？那我感觉我的定价还是蛮仁慈的。作为一个卖房的房主，我还是挺不贪心的吧？你觉得波叔的定价合理吗？下方留言给波叔一点意见。当然，如果你对波叔的公寓还有兴趣的话，想要投资也可以过来看房，我的联系方式在下边，我肯定会再给一些优惠的。即使你在国内有没有关系，德国买房也不管你有没有居留的。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卖房系列呢，波叔会持续更新自己的进程。如果有要来看房的，也会把看房人问的比较好的问题统计下来，为大家做一个以后看房的参考。下期视频呢，波叔有几个内容想去做，可以填一下原来的坑。比如说，第一，波叔做了3个客厅3D 布局图，最后决定把厨房的一面封死。第二，如何确定电路走向以及插头的位置。第三，分享一下前段时间波叔换网络的时候发现一个省钱的小窍门。第四，波叔收到第2份期房账单，说是主体建好了，然后就开车到那个外围去看了一下，然后拍了一个 vlog。第5个，刚才说到厨房是自己装的，那波叔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当时看这个房子的影像资料，以及说当时装厨房是怎么装的一个步骤。第6，录制视频的流程是如何的，用的什么软件，怎么去录音，哪里去找的素材。如果其中有你想看的内容，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波叔，波叔更新什么由你决定哦。什么？你问我那个房价预测怎么没有？发现工作量太大，没有心力去做这个数学模型，所以就先搁了。那这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帮波叔按一下免费的一个赞，订阅一下波叔。那我们下期见，拜拜。